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本次和你们介绍的是来自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蜘蛛侠英雄远征神秘客。神秘客作为蜘蛛侠英雄远征里的大反派，他在电影中的表现还是挺抢眼的。不同于一般的反派，神秘客本身呢没有任何超能力，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无人机全息投影的幻象来达成的。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呢，中间有一段特效镜头，视觉效果真的很出色，也是我个人认为这部电影最值得看的一部分。那说回玩具啊，在当初公布这款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在玩家群体中的评价并不高。一方面呢是因为本品没有真人头，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这款神秘客外观的表现也有很大的破绽。所以坦白说，在拿到手之前呢，我对于本品的期待值并不高。但可能是心理预期值被拉低的缘故，实际上把玩一番后呢，我居然觉得这款产品的素质其实还可以，比我想象中要好一些哈。那究竟是为什么会让我产生这样观点上的转变呢？别急，耐心看完今天的视频，相信你心中就有答案啦。首先在主体方面，战衣造型对于原作的还原度还是比较高的。神秘客这套战衣的设计本身我就挺喜欢的，而且 HT 呢也基本上忠实的再现出了电影中的形象，并且呢因为采用包胶塑体的关系，所以外观上呢并没有明显的破绽，一体性呢还是很不错的。上半身的战甲部分呢可以看到是采用了多种不同的金色相搭配的配色方案，装甲缝隙里呢也做了渗线来强调细节，同时战甲的局部呢也进行了阴影喷涂来增强质感。不过可能是出于不影响可动的考虑，所以这个地方采用了软胶材质，这所带来的问题，一个是部分细节刻画会显得有些肉，不够锐利，同时因为是在软胶件上喷涂的金属红色嘛，所以摆放时间久了之后呢，也会有褪色的风险。那拆下手掌后呢，就可以卸下小臂处的护甲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本被遮挡处的小臂处的底衣是做了金色的喷涂，手肘这里分界处的渐变呢也很自然。而且这个地方呢，也完美的还原出了电影的设定做得不错。同时来看一下小臂的护甲，就不难发现，其实这是以一整块软胶透明绿色零件为基础，在外面呢喷涂上金色所得来的产物。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还原出电影中小臂上下两端的绿色宝石细节。那同时这里镂空的结构呢，也得到了很好的再现。小臂护甲的表现呢，是可以令人满意的。那顺带一提手掌的细节刻画呢，也不错。下半身方面，大腿部分的金色环状细节也是软胶件，所以同样会有细节略肉和金属红色褪色的风险。另外说明书指示这个地方是不可拆卸的，玩的时候可千万别手欠那小腿部分的护甲呢，也是软胶件来进行制作的，但对于原作中皮靴质感的还原，我觉得还是比较到位的包括阴影的喷涂呢，也非常的加分。不过脚掌呢是做成了分体式的结构虽然外观上有破绽，但却保证了可动性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披风那本品高度还原了电影中神秘客披风复杂的花纹和图案，可以说这是我玩过所有带披风的 HT 中做的细节最好的一款产品。那面料的选择呢，以及裁剪都很到位，同时披风的褶皱和垂感也都做得很棒。那下半段这里呢是有一个分叉的造型，这要是不买玩具，我还真不知道神秘客的披风有这样的细节存在。那披风的底部呢埋入了特殊的材料，可以自己凹一些造型但是在侧面呢就没有这样的设计，所以说如果想摆出披风随风飘扬的状态的话呢，是不太可能的。另外在电影中，神秘客身上包括披风部分呢是有很多宝石状的发光位点的，不过在实体化的玩具身上呢，可能是考虑到利用真实的发光机构去还原的话难度比较大，所以 HT 这里比较讨巧的采用了荧光的涂装去进行发光位点的呈现。打上紫光灯的话，可以发现效果还是可以的特别是披风部分的荧光效果超级赞，一瞬间甚至会让你产生它真的在发光的错觉不过也有部分玩家指出电影中神秘客身上明显发的是蓝光，而 HT 呢却做成了绿色，不够还原。但是从在威尼斯打水怪的这个镜头中就不难发现，其实电影中神秘客也有发绿光的时候所以 HT 这里采用绿色涂装呢，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就是电影中神秘客后腰处其实也有发光位点，可是在玩具上呢，虽然刻画出了相应的细节，却没有给对应的荧光涂装。也许部分玩家会觉得反正平时都被披风遮着，这里你也看不到，能省则省了，但是对于主打还原度的 HT 来说，这个部分的偷色行为确实是太不应该了。
OK， 主体的战衣呢就看到这儿，下面我们来聊聊这款神秘客外观上最大的槽点，也就是鱼缸头侧面的大缝。当初公布官图的时候，我就纳闷，这个鱼缸头直接做一个一体成型的零件是很困难的事情吗？为什么非要在侧面搞这么一个碍眼的接合缝呢？但实际上到产品后呢，我才明白 HT 这样做呢，是因为里面还有一层零件的关系，这个部分是用来模拟出电影中头盔内部烟雾的效果。所以正是因为这种嵌套式的结构存在，鱼缸头如果做成一体成型的话，那里面这层零件呢就塞不进去了。所以这里 HT 采用前后核的组合方式，虽然从工业设计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侧面的接合缝确实太碍眼了，这也是本品外观上最大的扣分项。另外，在鱼缸头透明件的内侧也有涂装来模拟烟雾的效果，粗看之下还不错啊，但凑近细小的话就能发现一些明显的像素点啊。所以这个头雕呢，我觉得最佳的观赏角度就是离远一点，然后从正面去欣赏。拆下鱼缸头之后呢，可以看到内部的脖子零件上是集成了电池仓、开关和 LED 发光位点的。拨动开关后呢，就会亮起明亮的光效。这个时候把鱼缸头装回去，就能发现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虽然鱼缸头侧面的接合缝破绽比较大啊，但是内部的发光机构呢，还是给整体的外观表现挽回了一些分数的。可动性方面呢，头部的限制比较大，向左向右最大的幅度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抬头低头呢也没什么幅度。不过这个头其实动不动的我感觉区别也不大，是吧？肩膀这块呢，可以上下包括前后微微的进行一定程度的活动，然后整个手臂的平举呢，可以看到可以接近90度，然后向前的话，这个是最大的幅度，向后的话呢，可以动到这个程度。二头肌部分可以平转，这个不用多说，然后手肘是一个双重关节，弯曲的幅度呢是大于90度的。腰身方面的可动性呢，向左向右转动大概是这样，会有一定的回弹，然后向前向后呢，包括向两边啊，大概就是这样，不是非常的大。然后下半身方面的话呢，侧踢裤子最大就只能劈叉到这个角度，同时呢，这个腿部向前踢的话，可以注意到幅度还可以啊，接近90度，向后的话呢，幅度就一般般了。然后大腿的平转关节呢，也是有所保留的。膝盖部分呢是双重关节，弯曲的幅度大于90度，而且这个膝盖活动的时候呢，里面也是有一点点齿轮关节的阻尼感的。最后鞋子部分前面也说过了，采用分体的结构，所以说各个方向的活动性呢是可以令人满意的。那这样来看，虽然神秘客也是全包胶的素体啊，但是它的可动性呢比预想中要好那么一点，勉强的摆个砸地 pose 是能做出来的啊，这比我们之前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的 HT 胖雷神确实是要强了不少。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神秘客的配件吧。替换手部分呢，这次一共只有3对，除了最普通的握拳手掌之外呢，还给了2对不同造型的开掌手型。那这个张开幅度比较大一点的开掌手呢，其实是用来安装后面的特效键的。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正好来看一下这一对特效吧。整体是三角形的造型，然后边缘是有类似于像是火焰一样的细节哈。那么采用透明绿色零件制作，在正面呢是薄喷了一层金属漆啊，所以说这个反光效果还是挺好的。同时打上紫光灯的话呢，会发现这个绿色透明件呢也会有荧光效果，但因为正面有涂装嘛，所以说从正面来看不明显，要在背面看的话呢，这个荧光效果才会比较的显眼。那么与手掌的安装方式呢，其实是与 Hot Toys 奇异博士差不多的，2个特效全部都给它安装到位之后呢，整体的效果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另外这款神秘客呢也是可以还原出不带披风的轻装状态的。那替换的方式呢，首先要拆下头雕脖子以及背后的披风组件，全部拆完后呢，在配件里面给了2个胸前的三角形零件，按照对应的孔洞给它安装上去就可以了。那同时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给这款神秘客换上这个真人头雕。OK， 那么到这里呢，神秘客的轻装状态就算是全部换装完成了。因为在电影中呢，神秘客是有过这个造型的，所以在玩具上呢进行了该造型的还原，我觉得也挺不错的。而且在当初的官图里面呢，其实 Hot Toys 并没有说明神秘客还有这样一个玩法，实际出货之后呢追加了，我觉得还是会让人感到有点小惊喜的。并且呢，在轻装模式下，平时后背被披风掩盖起来的战甲细节呢，这个时候就一览无余了。所以我个人呢还是挺喜欢这个轻装状态的。那我觉得最值得说到的点呢，还是这颗真人头。其实当初公布的官图呢是没有真人头的，很多玩家都表示非常的失望。但实际出货之后呢，追加了真人头雕，让部分玩家感到还是挺惊喜的。不过我个人认为呢，其实 Hot Toys 早在开发这款神秘客之初啊，
真人头雕的附属呢，就是在计划之中的事情，只是当时官图没公布，可能我猜啊，是因为演员版权之类的事情没谈拢，他也不知道最终出货能不能附属，所以当时索性就不说。然后呢，是在实际出货之前呢 ，Hot Toys 可能是把版权合同之类的事情啊给搞定了，于是呢，这颗真人头雕就可以得到附属了。那头雕的细节表现呢，我觉得辨识度还是有的，一眼看上去你绝对能够认出来，他就是神秘客的扮演者杰克·吉伦哈尔本人。但你要说这颗头雕做得非常有神韵呢，我觉得可能还稍微差点意思。毕竟呢，他的眼神部分的刻画略微显得有些空洞，而且在头发跟络腮胡子部分的细节处理呢，还是有着一定的提升空间的。但有一说一的是呢，因为这款脖子是采用了分体式的结构，所以说整个真人头雕的可动性呢还是比较出色的。而且因为它有络腮胡子的设计嘛，所以说即便是分体式的结构，那么从侧面去观察的话呢，这个破绽也并不是很明显。而且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这个神秘客的头雕呢，也可以装上同系列红黑蜘蛛侠里面那个伊蒂斯的眼镜，你别说装上去还挺服帖的呢。Hot Toys 这个地方的设计呢，我觉得还是挺还原的哈。另外再多提一嘴啊 ，Hot Toys 之前其实也推出过一款老级的人偶，那就是在2010年所出品的这个波斯王子与十之刃的相关电影周边。那部电影的主角达斯坦王子就是由杰克·吉伦哈尔本人所扮演的。顺带一提，那电影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哈，如果没看过的话呢，可以回去补一下。我这次呢也是专门为了做神秘客的测评，重金买回了这个波斯王子啊，所以你们知道这期视频真的是下血本了，有没有啊？疯狂暗示，你们懂的哈。那因为二者都是老级的人偶嘛，我们自然不免拿出来对比一下。去这样一看，就能发现，虽然说大家老吐槽 HT 近几年的真人头雕真的是越来越不走心，但实际放到一块比较的话，还是能够感觉到 Hot Toys 真人头雕的制作工艺啊，在过去的11年里面是有着肉眼可见的进步的。只不过它这个进步的程度呢，可能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已经跟不上玩家日益增长的审美标准了。最后在地台方面呢，也是 HT 近期产品中非常常见的6边形支架。那么支柱部分呢，也就是可动蛇形转管跟夹子。地台表面的图案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本身这个地台没什么特别好说的，但是 Hot Toys 呢这次还算是比较有良心啊，给我们增加了一对这个绿色的烟雾特效键。那么特效键本身呢是采用透明零件制作，上面还喷涂了一些渐变的涂装。同时打上紫光灯的话呢，因为本身是透明键嘛，也会有一定的荧光反应。搭配上地台与主体一起展示的话呢，就能再现出神秘客登场的时候它自身所带的那种绿色烟雾的效果了。所以说有了这对特效键的加持啊，我觉得 HT 这次地台部分的表现呢还是可以令人满意的。那么看到这儿，相信你也能发现，大家之前普遍对这款产品评价不高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发布的官图实在是太拉胯了。然而实际出货后新增的真人头雕，还有官方之前未曾提及的轻装状态换装玩法，都给这款产品挽回了一些分数。虽说客观上来看本品的小毛病还是有的，而且鱼缸头侧面的缝隙真的太碍眼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依然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一款神秘客可动人偶。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还是可以等价格合适的时候买一个回来收藏的。而至于部分玩家诟病的配件里为什么没有无人机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理解嘛。毕竟如果给了无人机的话，那你让 Hot Toys 之前发布的配件包还怎么卖呢？对吧？ OK， 那么本期节目呢到这里进行尾声了。喜欢我视频一定要点击点赞关注，同时别忘了订阅和关注我们的视频频道。那么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